这一回魏无羡睡得特别乖，连那条好动的狐尾也渐渐安分下来，慵懒地搭在蓝忘机的手上，柔软如花苞。蓝忘机昨夜做了个梦，早上一起来出门，看见梦里人梦游一般晃悠而过，吓得浑身都僵住了。他至今都只愿小心翼翼去吻这个人，怕的是一切如镜花水月，一触即散。如此患得患失，很难不让人心烦意乱。蓝忘机忍不住伸出手，徐徐拨动魏无羡额前的碎发，又带着点不可言喻的心思挠了挠他的脸颊，然后将手放到他耳朵上，沿着柔顺的皮毛轻轻地捋。魏无羡忽然睁了眼，眼神清明，全然不似有睡着过的模样，抓住蓝忘机的手，像抓住水把柄似的，露出得意的笑。那天是不是你趁我睡着摸我的头？蓝忘机默然不语，耳根又浮出若隐若现的红来。魏无羡便道：啧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蓝二公子啊！说好的冷静自持呢，端方雅正呢？蓝忘机看上去似有那么一瞬间想把他从自己怀里掀出去，然而魏无羡眨了眨眼，又往蓝忘机怀里窝了窝，像一只缠人的小动物，叫人无可奈何。蓝忘机便忽地掀不动了。魏无羡百无聊赖地伸手绕到蓝忘机背后，将抹额末端扯了扯，绕到手指上，弯了弯嘴角，又道：说说看，蓝二哥哥，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？蓝忘机沉默片刻，忽然一抬手臂让魏无羡坐了起来，而后贴上对方耳侧，低声道：云深不知处敬酒。气息扑在耳朵上，挠得魏无羡心头一痒，莫名觉着脸上有些燥热，以至于没反应过来蓝忘机说了什么，下意识问道：什么？蓝忘机却别过脸，抿嘴缄口不言。魏无羡盯着他，再三愣神过后，才大彻大悟地爆发出笑声：哈哈哈哈哈！感情是那话啊，没想到你个小古板竟是个一见钟情的主。说起来你们蓝家……话未说完，蓝忘机又回过头盯着他，把他后面的话都盯了回去。魏无羡以为蓝忘机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讲，或是又要做什么不合理的举动，连忙闭了嘴，又是期待又是紧张地回盯着对方。蓝忘机直视着魏无羡眨都不敢眨的双眼，一字一句淡声道：你呢？魏无羡沉吟片刻，一脸无辜：我不知道啊，可能我之前老是招惹你，就是因为看上你了。一般不都是这样的吗？喜欢什么小姑娘就特意去招对方。看着魏无羡有恃无恐笑嘻嘻的模样，蓝忘机的脸色愈发阴沉下去。察觉到对方的眼神，魏无羡莫名感到有些不妙，正要再编些好话出来，便被对方忽地一把抱起，心仿佛也跟着一下子悬空了。毛骨悚然之际，魏无羡莫名其妙地以一个跨坐的姿势坐在蓝忘机腿上，心里登时荒谬而难得地浮起了几丝羞耻感。魏无羡手忙脚乱地挣扎着要起来，蓝忘机迅速一手环住他的腰，把他紧紧箍在怀里，另一只手绕到他身后，沿着尾根慢慢抚上那条蓬松的狐尾。魏无羡仿佛舌头打了结：蓝战，你冷静一点。蓝忘机面无表情地瞥了他一眼，目光仿佛在说我很冷静。魏无羡没从中得到什么宽慰，愈发恐慌。蓝忘机伸手抚了抚那狐尾，忽然就一把抓了下去。魏无羡整个人忽然僵住，尾巴末梢炸了开来。也不知尾巴被人抓住是怎样一种刺激，他看上去像是硬生生把什么声音憋在喉咙里，闷了好一会儿，硬是咽了下去，脸上表情却是一片空白。蓝忘机顿了顿，不动声色地拽了拽那狐尾。蓝战。尾根与皮肤相连处被牵扯着，传出一种微小的刺痛。这种刺痛比起钝痛要来的不易察觉，而叫人猝不及防。它会沿着脊背蔓延至四肢百骸，如蚁虫噬身，似要抽离人所有力气一般，叫人放软躯体。刚才那一下突如其来的刺痛，已让魏无羡眼里吸上了泪花。不知蓝忘机接下来还会有何举动，自己一时又挣脱不出，他只得气急败坏地环上蓝忘机的脖颈，开口却放软了嗓音：蓝战，蓝二哥哥，你别啊！蓝忘机又扯着狐尾揉了揉，魏无羡后边的话便被全数揉成了含含糊糊的一团，只有一声难耐的低吟自喉间溢出，绵软沙哑而引人遐思。蓝忘机的动作滞了一下，隐忍片刻，他终还是把手收了回来，小心地抚上怀里人的耳朵，犹豫着问道：很疼吗？
魏无羡仿佛不想说话一般，把头靠在他肩上，微微点头又微微摇头。显然比起拽尾巴，摸耳朵要更让他受用一些。他刚从煎熬中解脱，便又马上以一种享受的姿态愉悦地眯起眼睛，还主动用耳朵去蹭蓝忘机的手。蹭了一会儿后，魏无羡忽然道：蓝湛，你别想太多。蓝忘机垂眼望向他，他便接着道：我不会轻易喜欢谁的，我要是说了喜欢谁，那就一定是真的喜欢。虽然吧，我也没法预料以后会怎么样，不过呢，我至少也会喜欢到你不再喜欢我的那一天。魏无羡眯着眼，说出口的话像梦呓一样，酥酥痒痒挠人心间。蓝忘机看着他，目光不自主地柔和下来，抿了抿嘴，终还是没有把自己方才一瞬间想到的那句话说出来。那你要喜欢一辈子了。当天深夜，一场罕见突如其来的雷雨几乎惊醒了整个姑苏。惊醒的人们只见远方夜空一道白电闪过，城外那山上就冒起了烟。纵然在雨中，那烟也久久未能消散，甚至有人看见了火光。第二天清晨，便有人自发地结了火到山上去探个究竟，发现竟是一株千年古木被雷电劈中，整个树干被烧焦而皲裂。再仔细一探，树洞中竟横了数只疑似狐狸的尸体，只有一堆烧焦的皮肉，不能完全辨清。反应过来后，人们立即奔走相告：是上田百姓收拾了那作孽的狐妖，大快人心。蒲城同庆过后，有人质疑：昨夜明明雨势如虹，为何那古木会整株被火烧焦？既着火，为何周边草木无一受到波及？于是又有人结伙去探查，不消片刻就有了发现。在那树洞中有几张大半已化作灰烬的明火符，不知是哪位名门名士遗落的，想来应当是雷电击中古木之时触发了符咒，而后便引出了难以被水浇灭的火，慢慢将古木蚕食成焦木。人们便又开始猜测这几张明火符是谁遗落的。被问及的蓝家门生委婉地回答说，当时他们出行并未携带明火符。之后便有人说自己见过身着炎阳烈焰袍的修士上山，想必是温家修士所为。接着人们便纷纷感叹，这温氏总算也是干了件好事。温家平白无故得了个为民除害的殊荣，众多修士一头雾水，当中也不乏质疑这是来的蹊跷者。然而那个落下明火符的倒霉催的正好脑子不太好使，事发后四处跟人吹嘘自己的丰功伟绩，如何有先见之明云云，直至管事的甩他一巴掌。家主要的是狐裘，你把狐狸烧了，那皮还能用吗？事情败于自己人手上，也实在是有苦说不出。狐裘一事很快便不了了之。雨后的泥土湿润而柔软，踏上时鼻尖犹如萦绕着清甜的花香与雨露的气息。魏无羡敲了敲那节焦木，勾勾嘴角，得亏那赤狐肯配合，这回该到了谁也找不到的地方了吧？也希望他们长点记性，别再来招惹百姓了。蓝忘机不动声色地走近，抬手接下一块木片，平声道：他回来过。魏无羡探头去看，只见那木片上竟是刻了歪歪扭扭的小篆，来者犹可追。蓝忘机不知想到了什么，抿嘴不言。魏无羡却是弯了眉眼，这是不是那赤狐留给我们的五字谶言？说的是我们之前看到的幻境。见蓝忘机沉默，他便凑过去，像倾诉什么小秘密一般低声道：你看，他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看到的未来也不一定会真的发生，也算是祝福吧。蓝忘机侧过头看着他，不由放柔了目光。来者犹可追，不论是遍布阳光还是荆棘丛生的未来，总有一天会到来。然而在他到来之前，他们眼前还有无数的道路，哪怕那是一个灰暗的无解的未来，他们仍然会努力的从那黑暗污秽中寻找一丝亮光。回城时，之前那大汉特意拦了他们，为先前的误会道歉，还慷慨地送了他们一篮子枇杷。那小姑娘拽了拽魏无羡衣角，魏无羡便好笑地蹲下身去。小姑娘抬手去摸，既遗憾又失望地发现这位小哥哥的狐狸耳朵和尾巴都不见了。送走了父女俩，魏无羡回头看着蓝忘机欲言又止的神情，挤眉弄眼道：二哥哥，你该不会也觉得很遗憾吧？蓝忘机板着脸肃然道：没有。魏无羡不依不饶地凑上前去，却听见蓝忘机轻声道：
只要是你，怎样都很好。魏无羡心说，这蓝湛真是出息了。像是一切从未发生过一般，城中又恢复了平静。回云深不知处时，还是聂怀桑那个倒霉催的，一跑出来就习惯性的被蓝忘机面无表情的盯跑了，哪怕这回蓝忘机并没有特意去盯他。今天江厌离大抵就要回云梦去了，估计众世家弟子正挥泪告别，为自己接下来又要在蓝家饭菜的噩梦中度过而悲痛欲绝，也不知金子轩那厮会不会扭扭捏捏的出来告别。魏无羡想着师姐应该会特意等他回去再走，便也没有多着急，随手抓了一把竹叶，捏成个叶笛形状，本没指望这种叶子能吹出声，谁知一吹下去，叶间还真的传出了清越的声响。魏无羡立即惊奇地回头去招呼蓝忘机，蓝湛，看我！他本走在蓝忘机前头，这时特意停下来，回过身向身后的人扬了扬手里的叶子，怕对方走丢了似的，等着对方跟上来。少年明朗的笑容似有穿过林间夜隙的日光透下，仿佛能驱散世间所有的阴霾，叫人不舍得移开眼睛。其实不需要这么说，蓝忘机一直都是看着他的。一如既往的，蓝忘机看了过去，一如将来的无数个日夜中，那是他的神思所驻，目光所向，心之所归。